我敢说这一定是今年最精彩的跳水比赛。此次不仅有全红婵和陈芋汐的对轰大战，天才少女张佳琪和卢薇的付出也让大家期待不少。几位王者用一次次高水平的表现冲击着观众的眼睛，用教科书般的动作为外国跳水队提供了教学素材，向全世界展现中国队强大的跳水实力。2023年11月22日，这场全国跳水锦标赛女子10米台的决赛在湖北武汉盛大举行，来自全国各个省份的跳水顶尖选手汇聚于此，来争夺明年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入场券。本场比赛不仅有全红婵、陈芋汐、张佳琪等这些经验丰富的选手，更是出现了一批中国跳水的新鲜血液，说不准在其中就会杀出一匹黑马。所以即便身为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，几位小姑娘也不敢放松。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搬好自己的小板凳，准备好啤酒、花生瓜子饮料，我们马上来看高手之间的极限博弈。首先登场的是来自上海队的张敏杰，选择305 C 难度系数2.8。作为世界冠军，张敏杰同样是一位不可忽视的强者。第一跳虽然不是很惊艳，但也稳稳地拿到了63.00分。下面就是上海队陈芋汐的第一跳，选择107 B 难度系数3.0，非常的不错。其实陈芋汐在预赛发挥的并不好，仅排名第4，但是今天她拿出了100%的状态。第一跳就完美表现，拿到了最高的分数。四川跳水队卢薇的第一跳选择107 D 难度系数3.0。不错不错，卢薇在经历过发育后，虽然动作没有那么轻盈，但能力还是有的。第一跳拿到了76.5分。北京跳水队张佳琪的第一跳选择107 D 难度系数3.0。张佳琪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一名选手，在预赛拿到了第2名的成绩，可惜在入水时出现了一点失误，最后拿到了69.00分。接下来就是广东跳水队全红婵的第一跳，选择107 D 难度系数3.0。这是相当的棒，全红婵延续了预赛中的火热状态，第一跳便惊艳全场，稳稳的取得了81.00分。第一轮结束，全红婵和陈芋汐并列第一。我们继续来看第2轮的比赛，张敏杰的第2跳选择107 D 难度系数3.0。这次提升状态拿到了67.5分。陈芋汐的第2跳选择407 C 难度系数3.2，我还是很能发挥的。我发现陈芋汐这个小姑娘真是大心脏了。其实预赛这个动作完成的并不好，但决赛的她仿佛调整好了状态，再次拿到了86.4分。卢薇的第2跳选择407 C 难度系数3.2，虽然整体动作还可以，但要知道这个级别的选手拼的就是细节，为这一跳的水花还是差点意思，最后只得到了70.4分。张佳琪的第2跳选择407 C 难度系数3.2。漂亮漂亮，张佳琪这边也开始发力，不错的拿到了81.6分。那比赛的强度一下子就上来，我们看排名第1的全红婵会如何应对。这一跳也是407 C 难度系数3.2，太精彩了。全红婵并不打算让出第1的位置，第2跳又贡献了一记华丽的动作，冲出了88.00分，真让人佩服了。不过此时大家的差距并不大。我们接着到第3轮中见分晓，张敏杰的第3跳选择407 C 难度系数3.2，哇，很轻松啊。张敏杰则是越跳越有状态，这轮也拿到了76.8分。用行动告诉大家，他也是拿到过世界冠军的人。陈芋汐的第3跳选择626 C 难度系数3.3，陈芋汐这边率先提高了动作难度，一个臂力动作拿到了84.15分。再次升级了场上的战火，卢薇的第3跳选择626 C 难度系数3.3。哎呦我的天啊，卢薇这里出现了一个大失误啊，由于吹台的力量不够，导致后面的动作并没有做到位，最后以铡鱼而告终，只拿到了34.65分。张佳琪的第3跳选择207 C 难度系数3.3。张佳琪这边也受到了影响，这一跳也激起了浪花朵朵，最后拿到了62.7分。此时选手比的不仅是技术，更重要的是心理素质，谁能顶住压力，发挥出训练时的水准，谁就能拿下比赛。我看全红婵会不会受到影响？第3跳选择6243 D 难度系数3.2，问题不是太大。虽然水花压的没有前2轮那么好，但全红婵也是顶住了这一波失误风波，稳稳的拿到了81.6分。陈芋汐完成了反超，1分的优势排名第1，全红婵紧跟其后排名第2。比赛的悬念依然非常大，马上就要进入到关键的第4轮，谁能拿下赛点，谁就能拿到比赛的主动权，我们拭目以待。
张敏捷的第4跳选择6243，低难度系数 3.2， 最后得到了 70.4 分。陈芋汐的第4跳选择207， C 难度系数 3.3， 好棒了！此时陈芋汐已经彻底打开了自己，这一跳207既完成的相当出色，冲出了 94.05 的高分，将压力丢给了全红婵。我们看芦苇的第4跳选择207， C 难度系数 3.3， 真是太可惜了。开局表现出色的芦苇陷入了失误风波，这一跳依然没能找到状态，只拿到了 62.7 分。没办法，比赛就是这么残酷。张家齐的第4跳选择6243，低难度系数 3.2， 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张家齐并没有被上一跳的失误所影响，试着用一个臂力动作拿到了 81.6 分。全红婵的第4跳选择207， C 难度系数 3.3， 没有问题，实在是太强了。不得不说，咱们红姐是越来越成熟了。这一次的207 C 稳稳拿下，最后得到了 85.8 分。不过陈芋汐凭借这轮接近满分的动作，拉开了1点分差，此时领先着全红婵9分。但是这点分差并不能让比赛失去悬念。要知道，全红婵的得分爆发力是很强的。全红婵能否完成反超呢？我们马上到最后一轮揭晓答案。张敏捷的最后一跳，不错的，拿到了 78.4 分。陈芋汐的最后一跳没有问题啊，真的是稳了。陈芋汐最后时刻化身冷酷的杀手，他刀斩乱麻的拿到了 91.2 分，并没有给全红婵留下太大的几分。芦苇的最后一跳，芦苇最后时刻也卸下了压力，如愿的拿到了 76.8 分。张家齐的最后一跳，小家齐最后一跳没能咬住，拿到了 67.2 分。我们看全红婵的最后一跳，他能否屏住压力创造奇迹呢？让我们屏住呼吸，千万不要眨眼。没有问题，是相当的厉害。全红婵最后时刻用一记水花消失术震撼全场，拿出了一个王者应该有的表现，冲出了 91.2 的高度。虽然没能反超陈芋汐，但是大家很开心的看到了全红婵巨大的成长，仅仅是技术上的完善，更重要的是她的抗压能力变强了，这才是我们观众希望看到的。怎么办吧，伤全域复出。全红婵首秀再次技惊四座，赛后采访初心不变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卓越之巅》。中国体坛冉冉升起了一颗超级新星，全红婵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血。此前因伤缺席对内测试赛，让不少网友表示担心，毕竟盛名之下的隐忧并不少。跳水女运动员的身体发育晚，全红婵还没有度过，和新教练陈若琳磨合的效果又是怎么样呢？在最新的一次队内测试赛中，这些疑问的迷雾通通清除了，全红婵的状态没有任何问题，和陈若琳之间相处的也很好。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张家齐并没有像传言那般直接退役，在这次测试赛中同样现身了，还和全红婵一起冲着镜头做起了剪刀手。接下来我们就具体聊聊中国跳水队接下来的首要任务，就是备战亚运会，争取继续延续梦之队荣光。虽然人才济济，但绝对不可掉以轻心。说起来，距离上一次队内测试赛仅过了半个月之余，足以见周继红对大家的严厉程度，同时也看得出来他真的很用心。这一次不仅邀请了部分在京训练的地方队选手，还设置了达标分数，其中备受关注的女子双人10米台达标分数为340分，比东京奥运会时陈芋汐、张家齐的夺冠分数低了23分，但比国外运动员最好成绩高了近30分。周继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这一批新人在训练中都很刻苦，如果不进行比赛，对于后期他们的训练和调整都会有很大影响。万众瞩目下，全红婵和陈芋汐这对新组合迎来了镜头前的首次亮相，这也是全红婵伤愈复出的第一次公开站上10米跳台。3个自选动作，两人的完成度都很强，尤其是407 C 不仅在同步配合上非常有质量，个人技术也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全红婵还又一次上演了水花消失术，几经试做，最终两人拿到了 349.74 分，超出达标线近10分，圆满完成了测验任务。周继红在将他们叫到场边指导时，也是满脸笑容，
看得出来很满意。而此时的全红婵还是那个腼腆又搞怪的小姑娘，让不少网友忍俊不禁。当然，这绝对不能称之为完美。全红婵对自己的要求依旧和以往一样，标准很高。当记者问到她个人的感受时，她表示一般般吧，跟训练没啥区别。当被问到究竟是训练表现好还是比赛表现好时，全红婵认为训练时更好。对此您怎么看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一起交流互动。